联合国17项永续发展目标。目标7：组员4机射3架。王月珍、吴子轩、李婉玉、林芳宇。前言：现代社会发展快速，从原本的双脚走遍天下到使用马当成交通工具，再到使用煤作为燃料的蒸汽火车，以及时代进步后的石油车。但是石油并非是取之不竭的，碳排放也对地球造成巨大的伤害。现今能源比例分析：台湾在2018年时总发电量为2736.01亿度，其中火力发电占84%，核能发电占10.12%，再生能源占4.65%，抽蓄水力占1.23%。而火力发电量当中，燃煤发电占46.28%，燃气发电占34.64%，燃油发电占3.08%。再生能源发电量当中，断层水力占1.63%，废弃物发电占1.34%，太阳光电占1%，风力发电占0.61%，生质能发电占0.06%。由上面数据可知，台湾的电力大多还是以火力发电为主，加剧空气污染的程度，而且煤矿的数量已经在经年累月的过度开采下所剩无几，导致现在火力发电开始燃烧高杂质的煤。不同地区的煤矿碳化程度不同，依碳化程度由低至高，其中常分类为泥煤、褐煤、亚烟煤、烟煤与无烟煤。由于碳化程度越低，杂质也越高，容易在燃烧后产生气体污染。举例来说，烟煤的碳含量大约在69% 至89% 之间，而无烟煤的碳含量则提高为86% 到98% 之间。其余的杂质皆为水、空气、氢、硫、氮等物质组成。这些杂质导致烟煤的燃烧比无烟煤产生更多的烟与气体污染，而且热效率也比较低。在这个随时都需要电的时代，能源供不应求。为了确保人类的电力可以长久使用，人们希望可以使能源永续发展，而开始提倡再生能源的使用。再生能源应用实例：根据国际能源署再生能源工作小组，再生能源是指从持续不断补充的自然过程中得到的能量来源。再生能源泛指多种取之不竭的能源。严格来说，是能在有生之年都不会耗尽的能源。再生能源不包含有限的能源，例如化石燃料和核能。大部分的再生能源其实都是太阳能的储存。可再生的意思并非提供10年的能源，而是数百年甚至1000年。近年来，世界上有许多国家意识到再生能源的重要性而大力鼓吹，特别是风力发电。以德国举例来说，德国再生能源发电从1990年占全部发电量约 3.1%， 发展至2010年底的 17%， 其中 46.5% 为风电， 33.5% 为数字能发电， 19.7% 是水力。太阳光电有 12%， 下面我们将介绍较常见的再生能源。1. 风力发电。风力是真正的清洁能源，源源不尽，不像其他化石燃料会产生污染物。风力发电更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能源，技术相当简单。从1990年来，每年有 30% 的成长速度。至2016年，全球中期容量已达 486.790 GW， 是减缓气候变化的好帮手。风力也是便宜的能源，风力推动涡轮机成本低，不受化石燃料价格影响。它不像化石燃料需要开采、钻探或运送到发电厂，化石燃料越挖越少，价格不断上升。风力发电的成本则因为科技进步逐渐下降，而且现在风力发电厂已经可以喝常规电证发电，并输送到电网，最终提供消费者使用。
2. 太阳能。太阳能直接把阳光转化成热能和电力。除了常见的小电器，如计算机可以用太阳能之外，更可以对没有电网供电的地区提供电力。越来越多建筑业采用顶楼太阳能电池作为提升环保节能的卖点。有些人认为太阳能不稳定，其实太阳能光伏系统不一定需要艳阳高照也可以发电，阴霾的天气同样可以发电。这是由于太阳光会经过云层反射，少云的日子甚至比万里于无云的晴空更产生更高的光伏能量。即使在多云的日子，只要利用太阳能加热真空管，让光线从多角度照射，这种管的吸收器效果还是非常良好。太阳能有2种，一种是光伏能，另外一种是太阳热能。光能转化成电力，透过释放电子、负极粒子的半导体物料来产生电能。所有光伏电池都有最少2层的半导体，一边正极，一边负极。当光照射到半导体，2层物料之间的电场并会推动电子移动，产生直流电。光度越强，电流便越强。太阳热能顾名思义，就是直接利用太阳的热能。太阳能热电站主要是把阳光聚焦在一条线或一点上产生的热能，可用于制造蒸汽，出热而高压的蒸汽就可以推动涡轮机发电，也可制造热水、空间供暖和制冷。在阳光充沛的地区，太阳热电站更可以供应大量的电力。3. 水力发电。水力发电的原理是利用水位的落差，在重力作用下流动，利用此势能转换成电能的发电方式。水力发电不会产生温室气体，通过地球的水循环系统不断的补充，也是再生能源的一种。水力发电不像太阳能和风能具有间歇性，它可以全年候24小时不断产生电力，而水的能量可以来自于海浪和江河，因此有潮汐发电和惯潮式水力发电2种。潮汐发电。潮汐发电的原理是在涨潮时用水库将海水储存起来，并以势能的形式保存好海水，等到落潮时再将海水排放出去，将潮水的重力势能转化为水轮机的动能，推动水轮机快速旋转，从而促使发电机开始发电。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，潮汐发电的技术也日渐趋向于成熟，目前已经进入实用阶段。世界能源委员会估计，潮汐每年可以产生2兆瓦的能量，这是全世界现有电力生产总量的2倍，也相等于2000座大型化石燃料和核电厂能源产量。全球海洋的再生能源潜在总量可以满足世界现在能源需求的5000倍以上。惯潮式水力发电，利用水流通过涡轮机从高而低的流动产生的能量发电，和水的落差越大，水流便越急速，所产生的电力也越多。不过，为生产这种大型水力发电工程中所修建的大坝也会淹没生态系统，也需要顾及下游社区、农民和生态系统的水资源需求，而且由于气候变迁而来的持续的干旱，可能会不够稳定。第4点，地热发电。地热发电的基本原理是利用地热来加热地下水，使其成为过热蒸汽后，推动涡轮机旋转发电，最后产生的冷凝水经适当控温后，可排入河川或回注地下，以免造成地下水资源枯竭。地热的水可用来供应家居暖气、融化道路积雪，也可利用地下抽水机把暖气带到地面和大楼内，而地下气温常年保持稳定。地热系统除了可在冬天提供暖气，夏天也可作为空调。地热发电不会造成污染或温室气体，也不会制造噪音。地热发电的全年使用率可达90%，相较化石燃料电厂最多只有65%到75%。但即使有许多国家有非常丰富的地热资源，这种再生能源至今却仍然没有被大量开发，其技术层面较高，环境限制多，若欠缺良好的热交换及其相关技术，
不仅无法将珍贵的地热资源善加利用，反而易造成设备毁坏或公安问题。第5点，生质能源。生质能源是利用植物等有机物质，通过气体收集、气化、燃烧和消化作用等技术产生能源。只要适当利用，生质能源也是一种宝贵的可再生能源。但也要看生物燃料是如何产生出来，其中潜在的生质能源包括甲怨气，例如来自垃圾掩埋场和污水处理厂；湿润废物，例如公共屠宰场、饲育场和食品加工厂；还有干的农业副产品，例如玉米和蔗糖、气渣；还有城市废物，例如家居垃圾和植物离子；林业副产品，例如锯木厂和林业运作的残渣。A 点，生质能源的优点。生质能源只要适当处理是不会排放温室气体的。即使燃烧生物燃料会排放二氧化碳，由于种植新的生物燃料时会重新吸收，对气候影响十分轻微，也有一些例外的情况。温室气体可以在排放前被罩住和利用，例如当垃圾掩埋场的有机废物分解，便会释出比二氧化碳更强的温室气体甲烷。留住甲烷并用作燃料，可以避免气体进入大气层，并从废物产生电力。另外，也能减少废弃物、垃圾及污水，减轻自然环境的污染。B. 生质能源的缺点。生质能源的最大问题是把食物当作燃料，影响全球粮食供应稳定，必须立即停止把食物当作燃料这种做法。现在欧美各国制定了强制性生物燃料的发展目标，使肥沃的土地不再种植粮食，导致粮食供应紧张，粮食价格不断上涨，而贫困国家的人民无法负担，便会发生饥荒。2007年，美国把5400万吨玉米用于生产乙醇，而欧盟也把258万公顷土地改种菜籽油和其他作物，生产生物燃料。举例来说，如果同样的土地用于种植食用玉米和小麦，估计可生产6800万吨粮食，足够供应28个非洲较不发达的国家人口1年的粮食。相反的是，中国于2006年禁止玉米、小麦和稻米等主粮用作生物燃料，成为是全球唯一实施相关禁制措施的国家。此外，生物燃料也可能造成环境污染，例如焚烧城市废物产生能源，可能会产生化学有毒物质，更会影响回收再造业的发展。另外，还有企业试图破坏原始森林，种植生物燃料，助长砍伐更多珍贵的原始森林。开发生产生质能源时，必须避免以下情况，才可真正达到永续发展： 1. 把粮食作为生物燃料，影响粮食供应及价格； 2. 破坏原始森林； 3. 产生化学有毒物质； 4. 使用基因改造作物； 5. 大量使用化肥和农药； 6. 土壤流失； 7. 碱性物质的增加和有毒物质排放。除了上述的各种再生能源，许多国家改为使用核能发电，以达减碳又同时成本低廉的效果。但核废料也会造成环境污染，其放射性的威胁可能不亚于过量的温室气体。且在日本福岛核灾以后，许多国家原本雄心勃勃的扩核计划都大大的受到质疑。因此，对地球无污染永续的再生能源又更加重要，必须更加扩大再生能源的使用。5. 再生能源发展困境。虽然分析师与高层指出煤用量再度增加只是短暂现象，但也凸显再生能源发电量进一步增长以及电力储存技术改善以前，全球仍然必须依赖化石燃料。多国已砸下巨资提高再生能源发电，但太阳能与风力仅能在白天或有风的时候才会产生电能。在用电需求暴增时，再生能源无法立即提升发电量。这样的限制意味着全球仍然需依靠化石燃料。
能源咨询公司创办人波特说过，为确保供电无虞，各国实在很难放弃使用燃煤，毕竟在夜晚来临时，你还是需要打开电灯。政府在不供电或燃煤供电之间做抉择，一定会选择后者。经济复苏后，对煤的需求大量提高。根据 IEA 报告指出，随着世界经济自从 COVID-19 疫情后大幅复苏，2021年全球与能源相关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 6%， 达到363亿吨的历史新高。虽然去年再生能源发电量成长破纪录，但受到天气状况恶劣与能源市场变动，主要是天然气价格飙涨等多重影响，全球燃煤量上升，导致碳排放量一年增幅达20亿吨，创下纪录，并抵消了前一年因疫情导致的降幅。依全球能源现况显示，我们并未走向永续复苏的道路。IEA 指出，现在全球的任务是要确保未来将不再发生如2021年碳排放反弹回升的情形，并且应该加速能源转型，实现能源安全。我们认为，虽然目前再生能源装置已有很大的提升，也注意到减碳的重要性，但还是脱离不了火力发电。若是不从用电总量去管制，能源产生的排碳问题还是无解。提升能源效率，降低机载电力的使用，才是有效的减碳良方。想要达到永续，不该只是徒增绿色能源装置，而是需要大家一起努力节电。省电妙招也有很多种，像是减少开冷气次数，室温超过30度再开冷气，冷气温度设定在26度到28度之间，或是更简单的随手关灯、更换 LED 灯具等等。我们相信大家一个小小的行动，就能大大的改善绿能困境。